2037，你今日出冊。这个刚出狱的男人可不得了，他叫三哥，是香港第一金牌打手，在江湖上拥有极高的地位。别人出狱都是找个美女泄泄火，而他出狱的第一件事是找个汉子泄泄火，而且这个汉子还是江湖上的一方大佬。原来3年前，三哥正是被此人诬陷入狱，入狱期间，他的母亲又因为忧心过度，最终郁郁而终。如此大仇怎能不报？三哥二话不说，便送男人领了盒饭。在这之后呢，社团的龙头老大钟叔就建议他到台湾避避风头。社团这几年逐渐向台湾发展，已经站稳脚跟，而台湾的负责人正是三哥昔日的小弟居哥。三哥刚下船，居哥的劳斯莱斯就准时停在了码头。晚上，居哥为三哥接风洗尘，并向手下的兄弟们隆重介绍了三哥。小弟们听闻他是大哥的大哥，纷纷起身向他敬酒，可谓是给足了面子。酒过3巡呢，居哥见到外面有一个颇有姿色的舞女路过，于是便强行拉过来给三哥卸货，但舞女却说今天已经有人点了他。在得知那人是马老大后，居哥当场就将事情揽到了自己身上，但事实上他和马老大的关系并不好，甚至可以说呢是十分恶劣。马老大是台湾当地的角头，和居哥因为地盘的事这些年闹的是水火不容。果不其然，两人见面还没有说2句话就大打出手，居哥一怒之下将他一叉刺死，两方的小弟立马爆发了激烈的冲突。三哥不愿看居哥因为自己把事情闹大，于是拼命拽着居哥离开。他来台湾只是想过安稳的生活，并不想再涉猎江湖这种事儿。可他不知道的是，这一切都是居哥故意为之。有人迫不及待的想从江湖中抽身，有人却挤破头也要跻身江湖中。居哥和马老大的争斗迅速引起了周围人的注意。楼下居哥的泊车小弟乌鸦认为这是一个上位的好机会，于是便毛遂自荐，给马老大补上了最后一刀，并且在警方之后的调查中，乌鸦为居哥扛下了所有的罪名。他认为只要这样，就一定能受到居哥赏识，而事实也果然如他所料。居哥很快就利用自己的人脉将乌鸦救了出来。原本要以故意杀人罪论处，现在却被居哥花钱了事。之后他带着三哥参观了自己的电玩城。现在早就过了打打杀杀的年代，大家都开始做正当生意赚钱。就在居哥正高谈阔论时，电玩城突然停电。居哥很快查出是坤哥在背后搞事。这个坤哥呢是台湾角头中的老大，那个马老大正是他的手下。不过这些三哥并不知道，他以为只是普通的帮派纠纷，于是便提议由自己去和坤哥和谈，因为他在入狱前呢和坤哥有过一段交情。但坤哥的地头在台南，三哥人生地不熟。就在这时呢，乌鸦毛遂自荐，他的老家就在台南，于是两人就这样上路。这个乌鸦为了上位也是费尽心思，两人刚到台南，他就为三哥安排了3个舞女。可三哥对这些风尘女子并不感兴趣，直到一个女人的出现，让三哥看直了眼睛。这个女人就是乌鸦的姐姐。三哥望着她怔怔出神，也许这就是一见钟情吧。时间很快来到第2天，有了乌鸦的帮助，三哥很快便见到了坤哥。他这才发现事情并不像他想象的那么简单。坤哥一见面就控诉起居哥的罪行。这么多年来，居哥仗着有香港黑帮撑腰，逐渐蚕食他的地盘，已经把他赶到台南了。现在又杀了他的手下马老大，这件事到底该怎么解决？三哥意识到坤哥和居哥已经到了不死不休的地步，而他今天和坤哥也只能活一个。乌鸦见势不妙，立刻杀了进来，一刀便将坤哥杀死。之后呢，两人凭借精准的枪法，很快便将小弟们全部解决。由于屋外的斗狗声十分嘈杂，这才没有人注意到屋里的动静，两人才得以脱身。回到台北，三哥质问居哥为什么不事先告知他和坤哥的恩怨，可居哥却说是三哥自己要去的。三哥这才明白，原来居哥是担心自己过来分走了他的地盘，所以便来了个一箭双雕，不仅用他的名义除掉了马老大，还想借坤哥的手除掉他。可惜他打错了算盘，三哥也实在无意再涉足江湖，于是便决心离开居哥。乌鸦对三哥的为人十分敬佩，于是便将他介绍到自己姐姐那里，这样呢也算有了个落脚的地方。三哥离开后呢，居哥很快便将赌场交给乌鸦打理。不难猜出居哥提拔他的原因，他希望乌鸦能替自己盯住三哥。不过乌鸦管理赌场还不到3天就出了意外，他的兄弟小肉包仗着乌鸦管理，在赌场中肆无忌惮，甚至还经常用公款赌钱，结果自然是输得一干二净。乌鸦盘算之后，发现竟亏空了120万。居哥很快得知了此事，他给乌鸦下了死命令，必须将小肉包带回来。起初小肉包已经准备跑路，但乌鸦用自己的性命担保，他一定会保住小肉包的命。可乌鸦显然高估了自己在居哥心中的地位，无论他如何哀求，居哥都没有丝毫留手。为了保住自己的兄弟，乌鸦只能签下小纸谢罪，并承诺自己一定会帮小肉包补上那120万的亏空。居哥这才答应放过两人。乌鸦回到台南向三哥求助，不过他并没有提那120万的事儿，只是询问他有没有意愿重出江湖。凭借他的辈分和声望，一定能很快闯出名声。
但三哥早就想归隐山林，况且他现在也遇到了自己喜欢的人。乌鸦闻言也不再多说什么，不过他对三哥和自己姐姐的事还是十分支持的。但还没过多久就出了意外。乌鸦在舞厅上班的女友阿珍因为身材火辣被居哥盯上，他点名要阿珍来陪酒，而阿珍也因为居哥是乌鸦的老大没有推辞。谁成想呢，居哥竟动起了歪心思，在玩了游戏之后，居哥还不过瘾，又将阿珍带到了社团的酒店。不过巧合的是，乌鸦恰好也回到台北，准备和居哥商量那120万的事儿。结果恰巧看到居哥将阿珍拥入房间，但因为居哥是他的老大，乌鸦起初并没有反抗，直到听到了阿珍的惨叫声，他这才鼓起勇气撞开房门，和居哥缠斗在了一起。不过由于他不敢下手，居哥很快占据上风，眼看乌鸦就要被掐死，阿珍突然从背后将居哥砸晕，两人这才逃走。起初乌鸦还责备阿珍不该去陪酒，但当他得知阿珍是为了自己后，也陷入了深深的自责。两人逐渐含情脉脉，情到深处呢，他们紧紧相拥在一起，这注定是个不眠之夜。这一夜呢，乌鸦也想了很多，他认为自己不适合做黑社会，于是在次日一早就主动向居哥承认错误，并提出要退出社团。原本以为要面临一场狂风暴雨，谁知居哥竟然意外的平静。他提出只要乌鸦能去香港帮他做一件事，他不仅不再追究那120万，让乌鸦平安退出社团，甚至还会给他一笔安家费。乌鸦似乎没有理由拒绝，但他显然低估了居哥的狠毒。当他赶到香港后才知道，居哥是让他帮自己杀一名警察。不过事到如今呢，乌鸦早就没得选了。可就在这时，远在台湾的阿珍又发生了意外。居哥趁着乌鸦不在，单人闯入阿珍家中。不过他这次并不打算动手，而是只当观众。很快阿珍便被居哥的手下轮番羞辱，最终他不堪受辱，选择了自我了结。而此时远在香港的乌鸦还为居哥杀人，但就在他得手后，后面的同伙突然开车撞了过来。乌鸦这才知道，原来居哥一开始就没打算让自己活下来。想到这里呢，他不禁担心起阿珍。在逃过追杀后，乌鸦离开回到台湾，可等待他的只有一具冰冷冷的尸体和凌乱不堪的房间。然而他还没来得及伤心，早就埋伏在四周的杀手就涌了出来。但此时的乌鸦早已不是之前那个懦弱的乌鸦，仇恨充满了他的大脑。乌鸦提枪就和杀手们打了起来。随着枪战的进行，越来越多的枪手赶了过来。然后就在这时，三哥和乌鸦的姐姐突然赶了过来。原来他们已经定好了结婚的日子，这次来到台北就是专门给乌鸦送请柬的。三哥刚推开门就感觉到事情不对，于是立刻加入了战斗，而乌鸦的姐姐也因为好奇推开了房间，谁知却被一名小弟当场击中，就这样离开了人世。三哥和乌鸦当场暴怒，迅速就解决掉了枪手们。居哥得知后被吓得屁滚尿流，当晚就逃到了香港。社团的龙头老大钟叔很快就听说了此事，他对居哥的行为嗤之以鼻，于是当天就联系上了三哥，要和他一起做局除掉居哥。到了晚上呢，社团堂口的老大齐聚一堂，这其中自然少不了居哥。但在宴会结束时呢，三哥和乌鸦突然出现，举枪就射向居哥。面对一众枪手，两人越战越勇，竟逐渐占据了上风。居哥见势不妙，于是便仓皇逃走。途中呢，他还劫持一个路人作为人质。这个剧情增加的有点突兀，大家都是黑社会，劫持人质又有什么用呢？不过三哥还恰好因此分了神，而恰恰这一瞬间的分神，居哥不断扣动扳机，三哥应声而倒。好在乌鸦及时赶到，但此时警方也早已将这里团团围住，并发出警告让乌鸦住手。但乌鸦的爱人、姐姐还有兄弟都死在这个人手上，他又怎么会罢手？在经过短暂的犹豫过后，乌鸦扣动了扳机，大仇终于得报。但他自己也被警方击毙。影片呢到这里便落下帷幕了。这部《江湖接班人》是潘文杰导演，上映于1988年的作品。导演用十分残酷的方式，将古惑仔的悲剧呈现在了屏幕上。古惑仔的世界哪里有什么兄弟情谊，有的只有尔虞我诈。就像三哥和居哥那样，即使再大的提携之恩，也敌不过眼前的利益。不过影片的整体的故事结构以及人物刻画上还是存在瑕疵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篇幅所限，有些剧情让人感觉有些莫名其妙。但潘文杰导演对三哥这个人物的刻画还是非常成功的，从一开始的快意恩仇，到后来退出江湖，再到最后不得已冲出江湖复仇，角色都显得十分立体。可以看出呢，导演在三哥这个人物的心理变化上也是下足了功夫。顺带提一嘴，苗侨伟三哥的称号也是来自于这部电影。好了，本期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喜欢的小伙伴记得点赞加关注哦。